关税这是好东西，一旦用得丝滑，就能让一个国家的工业迅速崛起，并且增加不少财政收入，甚至能让你的权利更加的牢固。所谓的自由贸易信仰，在亏损面前啥都不是。而100多年前的德国就用得十分丝滑。在1871年，德国其实是拿了双重剧本的天选之子。在地理上，德国拥有欧洲最完美的血管系统，四通八达的河道，在那个物流靠水的年代，这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北部一马平川的平原，又是铺设铁路的天然温床。就在这副好牌之上，德国人又干了一票大的，普法战争打赢了，勒索了50亿法郎。这笔钱被疯狂注入了基建，其中除了房地产就是铁路。当时的德国可以被称为19世纪的基建狂魔，生铁产量在2年内暴增61%，这已经很快了，但需求量竟然疯涨了111%，价格直接飙升90%。再加上大量的热钱涌入，德国没人愿意踏实搞实业了，空气中都弥漫着金钱的味道。只有傻子才去开工厂，聪明人都在玩杠杆、炒股票、搞基建。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德国建立了一套极其昂贵但毫无竞争力的工业体系。这时候的繁荣是虚胖，于是到了1873年，泡沫炸了。前一秒还在香榭丽舍大街挥金如土的银行家，后一秒就在天台上排队。无数怀揣进城梦的农村小伙，一夜之间从准中产变成了柏林街头的乞丐。此时的德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的工业品比你便宜，质量比你还是好。俄国和美国的粮食比你便宜，这是逼死了一大堆地主老财和工厂主们。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们是集体崩溃，他们跪在俾斯麦脚下哭喊，大声高呼严父，我不需要自由了，快把国门关上，我们需要爹来管管。这时俾斯麦笑了，出事了，才想起严父来，太不够意思了。不过俾斯麦等的就是这一刻，因为当他们求俾斯麦的时候，就证明俾斯麦就更进一步的扩大权力，而且是名正言顺。他首先是一脚踢开跟了自己10几年的财政大臣，他是专门倡导自由贸易的。俾斯麦告诉他，你可以滚了。之后，在1879年推出了关税法案，进口生铁每吨征收10马克关税，国内价格强行抬升17%。在农业上，进口小麦每吨征收70马克关税，保住了容克地主的高利润。还有纺织品、机械设备、木材、肉类，全部能加的都给它加上。这一关上之后，俾斯麦把外国货基本都挡在了门外，让德国企业能够在国内享受垄断暴利。企业拿着这些暴利就疯狂搞研发。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实验室搬进工厂的国家。结果就是德国化工和电气技术迅速反超英国，而农业上，德国地主老财也疯狂砸钱搞技术，他们引入了硝酸钠化肥和蒸汽动力机器。从1873年到1913年，小麦产量增长了50%，生猪从700万头暴增到2500万头。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在这个时期由德国作为主导，在工业上全面升级。要知道，德国比英国晚了整整80年，英国1760年起飞，德国1840年才有一条6公里的铁路。德意志屈辱了几百年后，到了今天，终于算是再次崛起了。就像一个德国老人，年轻时还要饿肚子去美洲逃荒，等他老了，德国已经是世界科技的中心，那种民族自豪感是蹭蹭的涨。我们用了40年就赶超了英国，于是他们就出现了幻觉，认为德意志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最聪明、血统最高贵的民族，是文明的起源。当时德国顶尖的知识分子都在一本正经地论证一个观点：所有伟大的文明本质上都是日耳曼血统创造的。他们慢慢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过去英国佬那些科技，过去我们德意志老祖宗就有。过去各种发明家其实都是我们德意志流落在海外的私生子。如果说血统是虚的，那科技就是实的。为了证明德意志老祖宗比英国佬强，德国人死磕每一个科学史的争议点，其中最大的战场就是微积分。英国说牛顿发明的，德国说放屁，是我们伟大的莱布尼茨发明的。牛顿那个只是物理工具，充满了英国人的实用主义的庸俗。而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那是纯粹的数学哲学，是德意志精神的体现。什么英国所谓的海洋文明，根子都在德国。早在你们英国人还在岛上放羊的时候，我们北德意志的汉萨同盟就已经建立了横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商业帝国了。伦敦的商业中心钢院以前就是我们汉萨商人的地盘。同时在德意志内部，德国精英和老百姓眼里，英国的制度叫混乱的民主，德国的制度叫野蛮的暴政，而只有德国的制度是完美的道路。他们会指着英国说，看看你们那虚伪的自由，你们的自由就是让穷人自由的饿死，而我们的皇帝像父亲一样照顾他的子民，这就是德意志的社会良心。如果你问一个1900年的德国人为什么德国强大，他会自豪地告诉你，因为我们有普鲁士官员。德国人嘲笑英国议会是空谈俱乐部，你们英国人为了修一条路能吵3年，我们德国官员只要签个字，第2天工程队就进场了。这就是德国效率，对民主低效的碾压。同时，德意志最为魔幻的一点就是重新定义了自由。为了在理论上打败英国，德国哲学家和宣传家搞出了一套德意志自由论。德国的自由是自愿服从于更高的使命，是属于积极的自由。你作为一个零件，自愿融入国家这台大机器，为了集体的目标去运转，这才是最高级的自由。
英国商人的自由是庸俗的，他们只为了钱，而我们德国士兵的自由是神圣的，因为我们为了帝国。从1879年关税法案还没有通过之前，整个德国的舆论风向都是向英国模仿。英国的自由贸易是对的，议会民主是好的，我们要向老师学习。关税法案通过之后，风向一夜之间变了。俾斯麦不仅在经济上关上了门，更在思想上关上了门。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德国的教授和报纸开始大规模论证，自由主义英美模式是毒药，只有德国模式才是解药。英国人民在德国人嘴里更是水深火热、妻离子散、受尽屈辱。但是当时的德国人确实有资格去嘲笑英国人，因为彼时的英国人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俾斯麦在全球率先建立了养老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